总之，咱们俩现在自由了。明天天一亮，咱们就走。你去哪儿啊？去北京吗？去天津。你还敢去天津啊？我为什么不敢呢？我有公务在身，我要到铸币厂去督办新币。你是来督办新币的？你呢？你去哪儿？我也去天津。愚蠢！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啊！不到万不得已，千万不能这么干。你怎么就是不听我的？吴爷，我实话告诉你，你这么做会把天捅个大窟窿的。现在不是已经到了万不得已了吗？再说是严公所下的手，你怕什么？周老板，我赵武长这么大，还从来没有人敢跟我拍桌子说话的。你狠，你是第一个。吴爷呀，啊，你就是杀了一个人，在财政部还可以派100个人、1000个人来，这解决不了什么问题呀！啊？你们衙门的那些破事我不懂，我也不想懂，我只懂拿人钱财与人消灾。我赵武为龙头大佬，除了心腹大患。吴爷，我实话告诉你，你这么干，迟早会把咱们的龙头也玩完的。那照你说，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？怎么办？给财政部打电话，该说什么就说什么。赵厂长，囚犯都回来了。什么？他还活着？啊，还有一女的跟他一块儿来的，说也是个督办，直奔铸币车间了，我们也拦住。看你干的好事！范先生，范先生，哎呦，可把我急坏了！听说你被严警抓起来了，我这到处的托关系找人呐。还好啊，人好就行了啊。财政部集合总所的傅子英。好，傅小姐，幸会啊。好，我们这银币做的怎么样？这是英国最好的击币技术，色泽、纹饰、间距，都是一流的。最重要的是袁大总统的半身像，你看看，虎虎生风，有声有色，没丢咱们共和的面子吧？这有面子也得有理呀。我们什么时候开始检验银币？急脾气不行啊，你也得给我们点时间，是不是？这样吧，马上准备样具啊，还有检测设备。快去吧，我马上去办。这样，我们呢吃个便饭，我们再细聊，好吧？傅小姐是盐务署顾问傅礼成先生的千金，范先生呢是教育总长的胞弟。哎呀，现在我们这个小厂可真是蓬荜生辉啊！周厂长，我们在北京还有公务，想尽快赶回去，能不能赶快安排我们检验样币？现在满清退位政令不一，各省都在擅铸银元，统一币制，这是当务之急啊！我听说范先生以前是学化工的，没想到对财政还这么内行啊！啊，二位这次来天津，除了公务以外，一定要到海河、鼓楼。哦，对了，还有清东陵，好好的玩玩啊！来，我这杯先干为敬了啊！怎么，范先生，这酒不合您的口味呢？实在是，昨晚七里海余家那一顿饭，和眼前这一顿，甘苦之别，判若云泥。我吃饱了，告辞。赵厂长，谢谢您的好意，要不今天先到这儿吧？那也好，也好啊。你们先回去休息，我们就不打扰了。
果真如此，来了2只刺猬。来人，在。通知赵五爷，就说我要见他。请陈老板点睛祈福。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。哎，这陈老板是什么人？先生，您是外地人吧？在天津，您可以不知道溥仪，但你一定不能不知道他。是吗？什么人这么大口气？陈立信，陈老板呀，长芦盐厂10大厂长之首，一个人就给朝廷捐了50万两白银。多少50万两。他家里边还有一块金匾，写了4个字：军民所养。军民所养，那岂不是说皇上和老百姓都要仰仗他们陈家？这也太猖狂了。不是他猖狂，那是同治爷的御笔亲书赐给他陈家的。好了，你先下去吧。我看你呀，不仅是急性子，还是直肠子，何必要跟他们闹翻脸呀？这么一顿饭啊，够汪子良他们一家人吃1年。范先生、傅小姐，样币都已经准备好了，请2位过验币吧。样品、银元、检验器材都已经准备好了，范先生、傅小姐，请签收吧。谢谢。我亲自坐镇，你还有什么好怕的？那也不能乱来。还是我那句话，咱们要先礼后兵，不到万不得已，不要动手。迟早的事儿。那也不能在厂子里面。26.5克，一点都不差。看来范先生的确是新手，姜还是老的辣，您还嫩的很。可姜未必是老的辣。我是个新手，可是盐打哪儿咸，醋打哪儿酸，我还是明白的。看来是彼此彼此吧。到底有个当教育总长的哥哥，一回国就进财政部，银元局可是肥水衙门。我倒是希望跟你换一换。这盐可比银子贵，比金子都贵。哦，这我倒是第一次听说。蚩尤为什么要打皇帝？就是因为当时南方没有盐场。战国7雄之一的韩国为什么最早灭亡？因为7雄的版图当中，只有韩国不产盐。几千年了，中国的盐为什么都是官空？因为盐权就是皇权。太不可思议了！你在盐务署做事，不会连这点常识都没有吧？别卖弄学识了，快看看那天平，23克，少了3.5克。尺寸也不对。不是不对，是差的太多了。李少棠纠集了一伙不还债的造户啊，说是也要祭严祖，我怕他们串联闹事啊。这点小事也来问我，要你干什么呀？行了，您来，我懂了。必须让他们马上停产。等等，这是不能声张。
要先报告财政部。财政部当然要报告啊，可现在当务之急的是立刻停产。你想，他们要是开足马力，每天可以生产5000枚银币，每一枚少了3克多，那几十万枚下来，政府的几万两银子就没了。说你嫩，你还真嫩。他们连度量器上都做了手脚，能没准备吗？万一真有人徇私舞弊，你我怎么走得出天津来？这事没那么简单。我不管什么简单复杂，合格就是合格，不合格就是不合格。范旭东，停工！停工！大家不要干了！停工！不要再干了！停工！你好，帮我摇直线接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。说的不算，快点的，站开！范先生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对不起啊，周厂长，这银币有问题，必须立刻停工。停工？耽误了国家银币的流通，谁负责任？我负责。这银币根本就是不合格的，怎么能流通呢？范先生，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到办公室慢慢的聊。至于停工不停工，不是你我说了算的，要经过财政部的严格批准。再说了，家有家规，国有国法，我们要严格按照章程办事。那好，就请你下令暂时停工，这样总可以吧？还愣着干什么？干活去！我在。那您汇报了吗？公司长是怎么说的？吴站长，低压助力。干什么你？我们的测量结果，银币只有23克，竟然少了3克多，而且尺寸也小了1毫。范先生，在钱币方面您可能就不懂了，这点误差在技术上是允许的。财政部刚刚颁布的国币条例规定，银89铜11，重量7002分，也就是26.5克，误差不能大于3/1000，怎么可以只有23克呢？哦，对了，这很可能是工人在浇铸的时候出了问题。不对，模具本身就有问题。范先生，你的量具也未必准确吧？那好，咱们可以到集合总所去复核。还有，这是硝酸溶液，你们是行家应该知道。如果银币的成色少于80%，那沾了硝酸就会变成褐色。咱们要不要当场试试啊？范先生，你看这样好不好？有什么问题呢？我们可以向财政部反映情况，可以让德国技师研究研究这问题到底出在哪儿了。但是现在是绝对不能停产的。还不停产啊？你怎么可以对这么大的问题熟视无睹？范先生，你小题大做了吧？这是民国即将发行流通的新币，如果让老百姓知道了真相，那他们对国家还有信心吗？民国政府将会信誉扫地。周厂长，我现在越来越觉得，这不是技术问题，这很有可能是有人营私舞弊、中饱私囊。满嘴胡言！谁中饱私囊了？啊！你不妨指名道姓的讲出来。范先生，你说话可要负责任。您放心，我会负责到底。范先生，冒昧的提醒您一句，这可是在天津，不是北京。天津就不是民国的地界了吗？青天白日，朗朗乾坤，你们还讲不讲王法？周厂长，事情我已经电报财政部了，政府自然会有说法。我们走。喂，对，我是周成。好的，好的，我明白。范先生，财政部龚次长让你接电话。喂，你好，龚次长，我是范旭东。对，我肯定，而且100%。
什么？龚司长，怎么说？说财政部会成立专案组到天津来调查，而现在继续生产。既然上面说了继续生产，那么就先请二位回去休息，静候专案组。啊，范县长，请。头等盐户当灶首，甘为盐官当走狗，末等盐户卖盐摊，新债老债还不完。严祖啊，你要是在天有灵，就给我们这些祖祖辈辈编入盐籍的灶户们指条活路吧。一叩首，再叩首，三叩首。我砸了！石英凯，我们拜盐祖碍着你啥事儿啊？看你们这一个一个德行样啊！这盐祖也是你们拜的，你们该拜的是陈老板全爷。陈老板的债，你们一个子儿也不能少。啊，是，你就干的，我赢了，这样了，妈的，小妈妈的，谁呀？啊！有你们这么欺负人的吗？表妹，你咋来了？还愣着干什么？把他们飞了！慢着，慢着点儿，斯文点儿，别吓着人家姑娘。可儿啊，是天底下真有长得一模一样的人呐！哎呀！我告诉你，严祖显灵了，你小子好运临头了，将来说不定大爷我都得巴结你呀。你们俩跟我走，跟你干嘛去？妈的，害不了你姑娘啊！走。走就走，姑奶奶我就没怕过。根儿真根儿。石馆长。你一会儿晴一会儿雨的，你说明白了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你吃你的，这么多菜，还捂不住你嘴呀？真是香，太香了！多大？17，好，哎，楚红，也就是嫁过人嘛。好，不是本地人，好，太好了！哎，你爹妈呢？哎，噎着了，咽下去。表妹，舅舅妈还好吧？前年，爹被汉口宝兴帮打个半死，没挨过冬天，我妈想不开投河了。我快过不下去了，才来投奔你。舅舅妈死了。好，太好了！哎呦，你爹妈死了才好呢。石星辰，你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？有屁快放，不然我们走了啊！哎，别！是这样的啊，我们老爷启一太，这个唱小花旦的去年病死了，说来也深了，你表妹跟他长得是一模一样啊。范先生，傅小姐，请。你怎么一字辈、八字辈全出来了？行，今儿晚这青红坊要干嘛呀？这是哥，那个人我见过的，他是好人。嘘，跟青红坊打交道的哪有好人呐？那眼睛别那么横着眼看，待会儿把你这俩漂亮的眼珠子挖出来都是青的。吃饭。刚才咱们说哪儿了？这我就搞不懂了。既然财政部在我们龙头老大跟前儿只不过是一碟小菜，还要我们青红帮干什么？这不是秃子头上的虱子吗？政府衙门只能干见得人的规矩事。这话我怎么越听越别扭？哎，现在到底是你们不规矩了，还是我们不规矩了？
所以啊，我们现在要把不规矩的事变成中规中矩的事。既然那2位当的是财政部的差，跟他摊牌，胳膊还能拧过大腿去？笑话！现在这好多事儿啊，是好说不好做呀，无言啊。如果他们真的不懂事，那就该我这个不规矩的出场了。这万一时间一长，他们把模具一换，咱们除了手里这2个样币，就再也没有证据了。我怎么也没想到财政部会是这个态度，怎么能让他们继续生产呢？既然知道他们会偷梁换柱，那你干嘛要打草惊蛇？说你是嫩头青，你还不服？咱马上走，会被请。往哪儿走？现在里里外外全是他们的人。哎呀，抱歉啊，2位久等了。2位没休息好吧？邱厂长，这事儿我仔细想过了，也许你也蒙在鼓里了。我今天的话唐突了，我宁愿相信这是事故，还是先停产吧。技术问题咱们想办法解决。范先生，那我就把话给您挑明了说吧。这还真不是技术上的问题，而且这问题您也解决不了。范先生，我非常敬佩您的人品。光绪年6君子维新之时，我跟您一样，也是个满腔热血，想把天下为己任的。怎么说呢？后来到了我这个年纪，我发现，其实我们什么都做不了。2位啊，千万别太认真了。这银币是什么呢？无非就是个符号，啊，这老百姓他不知道就让他不知道，何必把这2、3克的小事儿给弄成大事儿？周老板出手好大方呀！好，还是请2位在这鉴定书上签个字，盖个章吧。银币鉴定质量无误。这个东西我无福消受，还是周先生自己留着用吧。其实呢，这鉴定书也并不是非2位签字不可。如果2位不合作的话，财政部会另外派人过来，自然会有人签字。银币的鉴定也肯定会合格。哦，对了，我差点忘了，我们清点样币的时候，发现少了2个，还是请2位完璧归赵。你休想！范旭东，财政部打过电话，现在的局面你应该清楚。这水有多深，后面的墙有多厚，你不会不知道。你在威胁我？那我就跟你把话说明。就算头破血流，我也要把这趟水趟平，把这堵墙推倒。不合格就是不合格，黑的永远不会是白的。周先生，你别介意，范先生刚从国外回来，有一些事情他还不明白。要不你容我点时间，让我跟他解释解释，我想他会转过这大弯来的。哎呀，还是傅小姐变通啊！啊，那就有劳您了啊！这样，2位再仔细想想，我先回去静候佳音了。好，告辞。给我看住了。您放心，交流都安排好了，我让他们插翅也难飞。就是火坑，这回我也跳。不是已经把话挑明了吗？好啊，还隔着一层纸呢，到时候5花大绑，把刀架在你脖子上，那才叫挑明了呢。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呢？我跟你根本说不到一起去。我还不想跟你说呢，也不知道烟局怎么想的，把你给派了。也不知道集合总所怎么想的，把你给派了。我实话告诉你啊，
我没那么变通，因为我不想变通。你一根筋从头到脚啊？对。我要是不缓和机会，我们怎么找机会跑？什么跑？你不想跑啊？我还以为你真的怕了。亏你还笑得出来。老板，咱一边来了，先喝着吧啊！老板正忙着，先喝吧。等会儿，我们要跟着你吗？这不知道吗？你姑娘怎么到现在还不明白？就是做我们老爷的小气派呀！你臭流氓！小八辈，你敢穿我你？看清楚，我打你的！我看你能哎呀，你抓我不干嘛呀，小姑奶奶？这不要脸的老东西！你别乱来，你别乱来呀！我叫非叫你不行！哎呦，你不要脸的大的！快跑！死到临头了，你还财迷心窍，再不走就走不了了。我这哪有？我不敢啊！看上喽！你去复仇的时候，我照你说吧。快走，这叫嘛？快走，这叫。跑了，周厂长，他跑了。什么？他跑了？啊，还愣着干什么？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是，快去。好。站！这。我跟你说他们是好人吧，结果我们追他们。你真不怕？不怕。走。啊！在这里。花了这么多的钱，你们是干什么去的？你们？你跟谁拍巴掌呢？啊？你跟谁拍巴掌呢？完了，这回彻底完了！如果他们真的回了北京，这个天会被捅成大窟窿的，我的赵五爷啊！起初伤又伤不得，扣又扣不得，现在跑了兔子你才撒硬，你让我怎么办？要不是你推三阻四的，他们俩早喂狗了。老板，眼下抓人要紧。对，抓人要紧啊！赶紧派人去车站堵，去码头堵，千万不能让他们逃出这个天津卫呀！早按我说的办，就不会有今天的事儿。丑话我可说在前头，龙头老大要是怪罪下来，我不负责。就是我死了，你也不会有好日子过的。那依你怎么办？我们已经尽力了，现在已经不是你我能解决的问题了。那两个招户怎么办？做了算了。杀两个招户有什么用啊？放了吧。
给我接财政部。这就是样币。这个呢，是沾了硝酸溶液变了色的样币。他们还雇了青红帮的人追杀我们，明明就想杀人灭口。要不是有人出手相救，我们俩连命都没了。现在天津那2个朋友还落在他们手里呢。行了行了，在你们到达之前呢，周汝成已经来了电话，事情呢已经跟我说了，他呢不会难为你们。至于钱币呢，这事儿呢就到此为止了。为什么呀？我怎么不明白啊？不需要你明白，就这样。难道还有大鱼？你们也不要胡乱猜测，就当这件事没有发生过。为什么呀？这明明是惊天大案，难道就这么悄无声息了？难道你们银元局就容忍这样不合格的银币进入流通吗？旭东啊，这事儿怪我不怪你，我不该派你去啊。至于这批银币呢，你们就当没见过。照说呢，不该跟你们说，这回铸新币呢，共30万枚，国库拨白银15万两，袁大总统的儿子亲自督办。到了天津铸币局，账簿上还是写着15万两，周汝成称重核实，却只有10万两，掺了5万2千块。他是顶了天大的雷，才把银子照单入库的。我们最早的计划是银9同1，后来呢，银子相差太多了，我们就改成银8、9同11，可还是捉襟见肘啊。后来我们提议往下看银含量，可总统不满意啊。他说民国气象，他的头像怎么比清朝的龙阳还不齐？我们的苦衷啊，向何处去说呢？我们在天津九死一生，原来做的都是些没用的事儿。又要粉饰太平，又要中饱私囊，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？该说的我都说了，二位擅自珍重吧。这事儿再要捅出去啊，招惹的可就不是青红帮了。我可不管招惹的是谁，我一定要还老百姓这个公道。告辞。的确，这点银子袁世凯未必会有非分之想，但就下面的人揣摩上意，国家就被害了。我太简单了，这个政府的官不是我这样的人能干的。我见过很多留洋的人，他们的满腔热情一遇到难处就无影无踪了。可是你不一样，眼前的事儿，你打算怎么办？我要写文章，想办法拿到《申报》去发表。我就料到你会这么做，你这么做比直接去找袁世凯还糟糕。你想啊，袁世凯大总统的位置还没有坐稳，政敌林立，南方军阀又各自为政，虎视眈眈。这个时候你把这件事情捅出来，恰好被袁世凯的政敌抓个画饼。到时候我们面对的真就不是周汝成，不是青红帮了。那这仅存的证据，咱们俩一人一枚，预防万一。一枚小小的银币，却暴露出了这么多问题。美好的理想被残酷的现实狠狠地击碎了。对当局的愤怒，对民众的羞愧，以及对自己无能为力的悔恨，这些复杂的情绪犹如梦魇缠身。报国之路在哪里？未来又将怎样继续？这些问题对范旭东来说已经迫在眉睫了。无论如何，他都要做些什么，哪怕前方是万丈深渊。旭东，
栋，你太难过了，你别自责。我这个脸呢，真的不适合在官场上混了。我就应该踏踏实实去做事业，做我的画工。哪条路都不容易。张之洞是封疆大吏，他要休宦开路的话，也难如登天。我想好了，我知道应该怎么对付他们。旭东，你可不能出事儿啊！这你每一次出门，我心里都担心，可是我又不能拦着你。没事儿，没事儿啊，放心，没事，我有分寸。妈呢？已经睡了吧？我哥哥怎么好几天没看见他？听说袁世凯要向德法银行借款，拿盐税做抵押。行政院这几天一直在会上。拿盐税做抵押，那不等于是允许洋人掐咱们的喉咙吗？袁世凯要排除异己，又要消灭南方革命军，手里没银子，不这么做，该怎么做？乱七八糟。他不仅说要做盐，还说要做碱、做酸、做现代国防。你说的这个范旭东我知道，我跟他哥哥范元濂先生认识。武昌首义之前，他在上海办书局，我在江浙盐务署。那时候啊，我们经常一块儿到梁启超先生家里头去喝茶聊天。我说的是范旭东，又不是他哥哥。国难当头，爱国青年很多嘛。爸，我觉得他跟别人不一样。他说他要把在铸币厂的事儿在申报上公之于众。哎呀，初到天津不知道水有多深，也就罢了，可如今知道了还这么干。当然了，报国救民，热情可嘉，可未免太莽撞了。子英啊，好好劝劝他啊！我哪劝得动他呀？爸，您不知道，他倔得就剩一根筋了。况且中国如今缺的就是闯将，您不是也这么说吗？爸，他在日本是学化工的，没有盐碱就没有化肥，没有工业，没有国防，咱们事事处处都得受制于洋人。爸，您不是一直希望中国能有自己的化学工业吗？是啊，可是谈何容易？范先生，这事你确定吗？确定，就像我现在站在你面前一样确定。哼，孙先生为了顾全大局，把临时大总统的位置都让出来了，袁世凯就一心想着谋权。还好，孙先生事先把总统制改成了内阁制，这样多少可以限制一下他的权利了。依我看，这内阁制也是形同虚设。国会选举马上就要开始了，这个猛料一报道，血气胜算就是我们的了。选举的事我真的不关心，我现在就关心怎么样才能替老百姓讨回来。你们是干什么了？去！上海。范先生，请您跟我们走一趟吧。你们什么人呢？总统府谍报科。您还有其他问题吗？我跟你们有什么关系啊？带我去哪儿啊？到了地方，您自然就会知道。范先生，走吧。走。哎，方先生。这个范旭东还真是个人才。不过现在在中国啊，光有闯进不行，要成事还得刚柔并济。你们干什么？这是傅先生公馆。我找到这个傅先生。干什么的？傅先生，得罪了。上面有令，请傅小姐过去问几句话。你们什么人？总统府谍报科。范先生，天津铸币厂清点过，样币少了2枚，交出来，你立刻就可以走。要是那些银币都流通出去，
岂止2枚，满天下都是。所以还要请范先生息事宁人嘛。至于善后的事情，政府自然会解决。如何解决？这不排除回路重铸，就算是有一些掺杂在新币里流通出去，老百姓不一样当钱花吗？我就看不出来这2种银币有什么区别。那你就更没有必要追回那2枚洋币。范先生，有必要提醒你，我的忍耐是有限的。怎么讲？怎么讲都行，就看你怎么做。傅小姐，得罪了。你也是吃官俸的。事已至此，你和范先生就应该顺其自然，不要再制造混乱。